各位朋友，这天有粉丝就给我爆料说，浩哥这个事儿你得说说呀。那个清华有一个公知教授叫郑玉煌，这个家伙被清华开除了以后自己呢仗着自己在国内收割这些网络上的反贼，有个180万粉丝了。人自己开了一个移民中介公司，天天全国各地去讲课去这个宣扬说中国经济要崩溃了这个美国的经济现在是如日中天中国将会比日本还惨就是这么个货。你快我们讲讲吧，我还没来得及讲他呢，今天一看，这老孙子给封了。他是谁呢？他顶着个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学者头衔，坐拥数百万粉丝，长期以理性观察者自居，对中国指指点点的郑玉煌，终于迎来了全平台短视频账号悉数被封禁的结局。我现在去查资料都查不到了，国内的所有的平台关于他的那个短视频全没了。这孙子现在还在西班牙呢，他在西班牙发文哀叹，无法再对社会公共事务发声了。这个家伙是个干嘛的呢？这家伙是美国留学回去的，到了这个清华一个经济学院，还把他当座上宾。但是呢，这个家伙学术水平相当的拉胯，一直呢都是个副教授。结果呢，那个清华一看他那个就是一个学术上的二流子，就把他开除了。开除了以后，他跑到中国的网络上去做网红去了。他这些年顶着清华名校的金字招牌说带着什么这个专业客观有见识的这种滤镜用独立思考深刻分析来做包装，在温吞的语调里悄悄植入了扭曲的价值观这种名校身份加精致学术的话术的整合吧就是对于普通公众甚至是价值观没有成型的年轻人有着极强的迷惑性与杀伤力。中国曾几何时活跃着一大批这样的精英的公知，他们或手握高校的教职，或挂着专家的头衔，披着海外的履历，一出场就自带启蒙者的人设这些人但是现在呢已经迷惑不了这些看着中外对比的短视频长大的爱国青年了。这个家伙在上他的移民课的时候被爱国青年给举报了，警察都到了现场了。他开的这个公司就是把中国的青年送到海外去留学，就这么一个中介公司，天天吹牛我把我的儿子送进了美国的藤校了，你看看这个杯子就值300万，他的意思他花300万培养他儿子上了美国的名校了，这是名校的个纪念杯子天天跟那儿吹牛逼。结果呢正吹着牛呢，他的学生把他给告了其实他在课上说啥呢？说宏观、悲观、微观、乐观，估计要持续20-30年。中国的经济参考日本吧，而且还不如日本呢，面临着下滑的深渊。结果呢，他的这个学生把他给告了。我就对这个营商环境有点失望，所以郑老师今天第一次动了这样的一种想法，有可能把总部搬到深圳去，就是人心之险恶。郑老师把全世界最顶尖的课程，哈佛商学院的实战案例教学，我都带到咱们中国。说实在的，昨天每人交999的人都能体验这么好的课程，绝对不可思议的。但是也不知道是网络上哪个人居然虚假报警说我这边非法集会昨天真的我上课一半，助教跟我说外面有2个警察来找你，好家伙。
我被迫中断5分钟出来跟警察聊了会儿，他了解了一下我上的什么课的 OK， 那没问题，太令人遗憾啊！郑老师从大学生涯他走出来，确确实实发现咱们江湖人心险恶，本来是满腔热血赤诚之心，希望能够改变大多数人的认知，现在我发现太难了。有些人是蠢，他确实被洗脑了，他不知道；有些人则是坏，他心里明明知道他做的是不对的，他还是要去做这样的事情。我自己一直都知道南方经济更发达，我也一直鼓励大家要孔雀东南飞。那我为什么自己总部一直还在北京呢？就是因为确确实实有点舍不得，这里是我生活、读书、工作几十年的地方，从1993年我就来到北京，我在北京居住的时间已经超过我在我家乡福建居住的地方。然后北京还有很多的教授、大咖、专家，就是北京的教育比较发达，所以一直舍不得离开北京。尽管营商环境上来讲，那绝对深圳要远远超过北京。5星级酒店，我跟大家讲，摆凳子的服务员态度，上一次是在深圳机场凯悦酒店，我办1000人的活动，这次是在北京机场希尔顿酒店，我办一个不到500人的活动。你看这规模还是有差别的。那大家猜一猜，在摆凳子的服务员的态度上，是深圳的好还是北京的好？谁的效率更高？谁摆凳子的速度更快？绝对是深圳。就北京的那个慢吞吞的，人最怕就是对比。就深圳的态度，深圳的效率，北京是赶不上。深圳就是商业气氛。哎呦，我在想，郑老师真的可能年底之前把公司总部搬到深圳去。我的粉丝大量的也在这，在郑老师会员体量当中，广东独占鳌头13%，福建排第28.8%，然后浙江、上海、江苏这沿海这一片直接就超过全国的一半。郑老师会员的半壁江山都在这5个省市，所以郑老师可能真的要决定孔雀也一起东南飞啊！人家都建国了，成长国，我操，在中国大陆当公知当反贼这么赚钱的吗？听一堂课就999，一堂课弄个500人1000人，哇，那中国这个反贼的土壤是多么的肥沃呀！现在的经济形势肯定是不好，但是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这是全球经济不好，我跟大家讲是我们不好。老美最近正在举办世界杯，一张门票几千美金，8万个座位卖空空。决赛的门票我告诉你，最低价格就山顶的价格啊，已经到了1万美金。我足球看的少，我是 NBA 球迷，我更喜欢看篮球。NBA 总决赛，纽约尼克斯拿下总冠军嘛，在纽约第3场，还不是最后一场，那一场最便宜的门票已经到了大概14000美金一张票，那是座无虚席啊！人家一个体育馆55亿美金建。以前我们一直陶醉说我们是基建狂魔，现在你终于知道，原来老美建的体育馆那么豪华，而且老美还真的不搞浪费。这次举办世界杯，一起联合举办，搞了一个独创模式出来，就不是在一个城市办。咱们以前为了干一个巨型的这种运动会，是不是得建几十个体育馆？然后后面不都全浪费了吗？所以最后全在赔钱，老百姓为此买了单。所以后来奥运会各个国家都不愿意办了，但是这个世界杯，你看人家发明，那咱就全国办，在不同的城市飞来飞去的比赛，利用现有的体育馆，还可以让全国老百姓都参与进来。这个我为什么说全球经济并不差？越南现在大概是1年8%的增长，印度现在也是1年8%的增长，阿根廷现在在米莱的带领之下突飞猛进。最近一个最不可思议的一个新的事情，就是委内瑞拉现在股市狂涨，古巴今天刚刚宣布实行历史上最不可思议的市场化变革，不敢讲太多。这孙子就是说美国太好了，但是呢，他就是赖在中国不走，割那些反贼的韭菜，连美国的反贼都看不下去了。人家方舟子都说了，说郑玉皇这个妄人啊，居然以世界杯 NBA 的决赛门票价格高来论证世界，特别是美国经济一片大好，还造谣阿根廷经济在骗子米莱的领导下突飞猛进。郑玉皇也会以这个朱门酒肉臭论证中国古代的经济形势好得很。美国人只有 30% 认为现在的美国经济好，大多数是共和党，特别是川粉。看了大部分的美国人都没有他了解美国经济，那这个郑公之为什么不回到美国来办他的这个反贼课呢？没人搭理他呀，这就是个笑话，知道吗？郑老师这个人喜欢讲真话，
讲实话，10亿人没坐过飞机，13亿人没有出过国，护照都没有，你还谈什么世界观？有人就跟我怼说，孔子那时候也没坐过飞机，孔子也没见过世界，难道孔子没有世界观吗？我说当然没有，我们非常尊敬孔子，但是请大家记住，孔子跟同样是2000多年前的希腊先哲去比的话，孔子的境界低很多，因为孔子倡导的是儒家文化，倡导的是什么？见到皇帝必须怎么样？跪下，你的一切都是皇帝的。但是希腊先哲说的是，任何一个执政者必须为人民服务，要不然你滚蛋。大家说哪个境界更高？那当然是后者，是不是这样？大家想想看，请大家记住，不是咱们要见到人就得跪下，所以一定要去看世界啊！我是93年考上清华，但是本科读5年啊，思想高度其实很低，因为跟北京的同学一相比，人家家庭背景更好，他们大一的时候就知道托福，就在那背。我当时还傻傻的问什么是托福，他说你不懂别问。所以这个大家能看出来，就是城市之间、家庭背景之间给人的认知是带来巨大的差别。所以还真要感谢去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能够去全世界去看，其实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的认知。所以就是我们每个人真的要走出去，你才能看见世界，不走出去你肯定思想是落后的。所以曾老师跟大家讲，每个家庭争取要让孩子多往外跑。咱们如果不去北京的话，你是不知道北京的。这家伙现在就是办的那个让中国的学生到美国啊来留学的这个公司，这个生意天天唱衰中国啊，夸的美国跟一朵花似的。结果呢，就被他的学生给告了。被这学生一举报，这一告啊，这家伙劣迹斑斑，好多人都集中举报他，他就在中国的互联网上消失了啊，割韭菜再也割不了了。我一共驳斥过3次清华前副教授的视频，昨天一看，郑某人还有不少水军冲评论区的，信徒遍地开花，但一觉醒来，郑玉煌教授竟然被全网封号了，这给他线上线下的课程兜售造成了毁灭性打击。我也好奇地观察过一些狂热信徒在评论区支持郑教授的言论，他们这个群体不讲事实，不讲逻辑，只讲情绪，他们从来不会因为你的论证过程严丝合缝而倒戈，也不会因为那啥郑教授输出的观点，但凡每天看报纸都不会信而产生怀疑。那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情绪大于事实呢？汇总了所有的评论一看，大部分人的理由竟然是因为他是清华的，因为他是教授。就这个问题，我还和鄂少讨论过一番。我说你也可以亮剑，你不是主业上也是复旦大学吗？他就很苦涩地说道，这些中老年群体觉得清华比复旦厉害。回顾郑教授的一生，不是互联网割草的那些日子，他到底输出了哪些观点，收获了一众粉丝？其实总结下来非常简单，线上999的课无非是给你回放那些直播切片，这门生意叫做如何具备国际视野。线下社群就是花更多的钱，一群中老年人围着几个教授转。不得不说，那郑教授确实在清华任过教，人脉这一块还是很好拿捏的。大家可以去校园考察之类的老头乐都是这个项目之一。这就是2个月前他如此建议大学校门开放的原因。所谓的课程，我们熟人还真进去打探过，核心的观点不外乎是郑教授说，我有3个孩子，现在都在美国，你看我的教育有多成功，你们多听我的课程，和我一样具备了国际视野，一样可以全家上美国。我琢磨着这是他所有视频的主线剧情，也正是因为这个观点所衍生出来的一系列伪造大量的国外真实情况，和主流价值观严重不符，直接无了。对吧？在国内生活上学都是泥腿子，都是没有出息没有见过世面的草包，只有出去人生才算功成名就。他的原话不是这个话，意思是一样的，话糙理不糙。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反思的是，什么样的人群会在这种一言假的叙事里不幸中招？结合视频号有大量郑教授的信徒，而抖音没有多少，我幡然醒悟了，提纯工程针对的就是花开富贵群的一些60后、70后，他们这些被提纯的粉丝之所以粘性那么高，就是因为从来都以骂娘为茶余饭后的乐子，从来不对国家心存感激。至于说什么爱国情怀，那更是半毛钱没有。我曾经做过一个调研，被郑教授提纯的用户对正规的官方报道下的定义是：
这是上面别有用心的让你看到的是骗局，而仅仅看了这位郑某人几个视频，加起来不超过10分钟，就断言郑老师敢说真话，为老百姓发声。其实我们一看便知，郑老师的视频里面，他贩卖的那些情怀，不过是30年前古墓派公知玩剩下的，但他可以升级版本，借此提高可信度啊。比如说他曾经说过，高考的时候前桌抄了自己答卷。我不否认您郑教授那是实打实的考上了清华，也是实打实被清华解聘，但问题在于头上总是顶着个清华的帽子，年轻人也不认啊。你说没有出过国就不认识世界，就目光狭隘。那好，问题是我们这些反对你的，比如说青青说、恶少说，还有我，哪个人没有出过国？有个老人倒是在57岁之前一天国都没出过。感情你比他厉害，你比他有国际视野，这就是老人家所言，思想不对，知识越多越反动。可要追根溯源，您郑老师能有今天的成就啊，那虽然说同年纪的校友都升到院士了啊，但是您比普通人活的是滋润的。是什么原因有想过吗？是您不耻的这个国家辛辛苦苦培养您到今天这一步，而不是说因为我有国际视野，我出过国留过学，因此我得到了锦衣玉食。而且您的价值恰恰是因为您还没有和中国切割，可以肆意的培植一大批美分。真到了远走他乡的地步，你看看今天有几个失去了统战价值的教授，在人家那儿混出了什么名堂。到后面郑老师开始编故事了，什么有国外企业的老板根据首都机场是否悬挂一张裸露女的画像来判断我们这儿开不开放，如果画像在他就过来投资。这种死无对证的意林小故事，把国外企业的老板塑造成了一个二傻子，把听众的智商按在地上反复摩擦，通过一则则国外温馨小故事来塑造国内外的鲜明反差。至此他的一套主线思想形成：中国封闭、蒙昧、不开放、不自由。国外的营商环境和教育水平，我们连提携也不配。但话又说回来了，你可以编故事收割学生，那好歹你编故事稍微逻辑自洽一点呀。你逻辑不自洽那也没问题，可是你好歹也要掌握最基本的基础知识啊。公知那起码还有知，像矮大紧趁着互联网生态相对单极化的时代说的小故事，那起码绝大多数的观众当时那个环境下还听不出什么夹带私货。可是到了教授您这儿都快成反制言论了，什么美国现代文明、伊朗神棍，美国创造了世界杯多地举办赛事的模式，什么10万外国人种可以改良中国人基因，此类暴论。只要我上网不是单一的封闭在郑教授视频的信息茧房里，都可以快速的甄别真伪。现在郑某人所想的倒也不是什么被全网封杀了有多丢人，吃恨锅饭给祖坟招黑了，他那是心疼线上的招生渠道被精准爆破了，他那是心疼钱。现在的中国年轻人这帮公知再想忽悠他们难了啊！所以这些公知反贼啊，在这个中国大陆的生存可以说是越来越很困难了吧？这是好事儿啊！点个订阅，下期再聊。